因此，最近日本的右翼政客在台湾问题上有所收敛，现在呢又把钓鱼岛的问题翻出来，企图在这个领域和中国进行抗衡。怎么抗衡？用碰碰船的方式抗衡。那么好，我们就看看谁能碰得过谁。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最近日本政客竟然在钓鱼岛为中国画下红线，企图以船对船的方式与中国的海警船相抗衡。那么这是怎么回事呢？前几天，关于中国海警船与日本海上保安厅的船只在钓鱼岛海域发生撞击的消息呢，可以说是传得沸沸扬扬。那么事后呢，有人说这个消息是假的，并不存在。但是不管撞击事件是真是假，日本右翼的政客想登上钓鱼岛，这的的确确是真的。日本海上保安厅企图加强在钓鱼岛海域的控制能力，也是真的。就在9月16日，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在接受美国 CNN 采访时表示，说钓鱼岛毫无疑问是日本的领土，因此将受到日本的保护。东京将以船对船的方式与中国对钓鱼岛的任何威胁相抗衡，必要时甚至要超越钓鱼岛。岸信夫呢，甚至强调日本海上保安厅的船只数量超过了中国。那么他说这些话有这么几层意思：一个，他要用海上保安厅的船只和中国的海警船硬碰硬，当然碰得过碰不过，这是两说的。是吧？因为我们现在的海警船不但跑得快，而且还非常坚固，他真不怕它碰撞啊。再一个，他讲日本海上保安厅的船只数量超过中国，这恐怕比较片面了。也许在某一段时间内，在钓鱼岛附近，它的船只可能数量稍微多一点，但是要讲它的海上保安厅的船只数量比中国多，这恐怕不现实也不客观。从岸信夫的这个表态我们看出日本的一些右翼政客又在拿钓鱼岛做文章了。CNN 报道称，这表明日本在围绕中国，也表明拥有主权的岛链划定一条红线，并为两国在该地区的最后摊牌奠定基础。过去画红线多半都是中国政府给那些肆意破坏中国领海主权的国家画设的，或者是给那些台独分裂分子画设的。现在日本的右翼政客竟然也要画所谓的红线了，那么这是个什么意思？这次右翼政客竟然给中国画红线，特别是在钓鱼岛的问题上，甚至提出呢要与中国玩碰碰船。而在台湾问题的表态，他们倒反而有所收敛。岸信夫前一段时间有关日本有可能参与武力干涉台海问题的表态，曾经在日本国内呢引起了轩然大波，很多人后来呢急着出来给他擦屁股。那么这次表态，他没有谈台湾的事儿，反倒呢更加强调了钓鱼岛的问题。显然岸信夫已经明白，对中国来说，台湾问题和钓鱼岛问题都是非常敏感的。但是台湾的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不容外国插手，谁敢插手，我们就会斩断这只手。那么钓鱼岛问题呢，其实在某个角度讲是双方之间的外交问题，钓鱼岛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那么日本也在这方面强调，过去钓鱼岛由日本管控，而现在我们的海警船也经常到那地方去巡逻，双方现在处于一个焦灼状态。现在日本政客以钓鱼岛为话题进行所谓的炒作，甚至呢企图给中国画出红线。但只要他没有所谓的实际行动，光是打个嘴炮，我们也不会做出过于激烈的反应。
但台湾问题不一样，哪怕你是打嘴炮，发表一些过激的言论，甚至是口头表态，只要美国干涉台海事务，他就会提供相应的支持。这些言论必然会遭到中国的反击，而且呢还会引起严重的外交纠纷。因此，最近日本的右翼政客在台湾问题上有所收敛，现在呢又把钓鱼岛的问题翻出来，企图在这个领域和中国进行抗衡。怎么抗衡？用碰碰船的方式抗衡。那么好，我们得看看谁能碰得过谁。第二呢，日本的一些右翼政客，特别是岸信夫这样的负责日本的防务预算的官员，他之所以发表这样的有关钓鱼岛问题的言论，恐怕更多的是为了为他造舆论做铺垫。造什么舆论？让日本自卫队获得更多的经费。只有研制和购买新的武器装备，日本自卫队才能有钱。那么怎么来获得这笔钱？制造国与国之间的外交冲突，甚至准军事冲突，才有可能是吧？为他突破国防预算1%以上的这么一个杠杠。那么接下来，日本还有可能要突破和平宪法，这个就是一个本质上的变化了，使之变成一个所谓的正常国家。另外呢，日本作为一个岛国，实际上它和周边国家呢都存在着领土争端，比如说和俄罗斯的北方四岛的争端，和韩国的独岛的争端，以及和中国有关钓鱼岛的争端。那么北方四岛嘛，他还可以讲这些地方过去是他的，但是钓鱼岛跟他过去是没有任何关系的。钓鱼岛始终是中国的领土，只不过二战后被美军占领，又被他移交给了日本。他在法理上，钓鱼岛是日本的领土，是站不住脚的。但是他现在有美国的支持，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有恃无恐。那么既然你敢有恃无恐，那么我们也就必然会采取相应的措施和对策。那么第三呢，岸信夫发表这样的言论，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安抚日本国内的右翼分子。中日在钓鱼岛海域发生碰船事件，这个消息传来呢，不管是真是假，日本右翼是吧，都以此为借口，要求进一步的对华强硬。岸信夫本人同样是日本右翼，那么这些话可能就是说给日本右翼听的。那么不管日本当局未来在钓鱼岛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中国的有关部门都必然会做好相应的准备。某些日本右翼政客不要以为以船对船就能讨得了便宜，这个便宜不是那么好讨的。好，今天介绍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